出阴身呢，之前就讲了，它就是出体的本质嘛。出体的本质就是，你的灵魂它到了其他的维度去体验不同的经历嘛。然后出阳神它其实是一种修炼的境界了，就是你通过积累你的这种能量，或者说气这种精华的东西，然后修炼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的这种意识或者说你这种能量可以在我们的物质世界显化一个肉身出来，就类似于比如说我现在在中国，但是因为我有出阳神的这个本领，我在欧洲也显化了一个我的分身，或者在美洲也显化了一个我的分身，类似于这种，就是它不是灵体，它是肉身，你能理解吗？哇，这个好抽象，那就是能在现实中碰到的，就是这个人可能你遇到了，然后这个人突然在你面前突然消失了，这可能就是某个人的阳神。哇，天哪！对，这种境界很高，就是我之前的那一期也讲过，它是万中无一的，你可能三生三世都修不到这个境界。这个也是很多人累世修行之后才达到的一个结果。哇，那它同时能不能存在修出来好几个分身呢？还是说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分身？这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修行阶段吧，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它是我从那些道教的典籍里面了解到的，这也是一种别人的经历，就是真实性我也无法保证，就是可以听一听嘛，就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啊。那有这项本领的话，他们一般都是拿它做什么呢？这个你就得问有这个本领的当事人了希望你能采访到一位吧比如说在那个《中吕传道集》里面，他写到的就是他们是拿这个做什么的？它里面没有写拿出阳神做什么，它主要是讲你怎么去修炼到这个境界，然后讲一些修炼当中你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功法上的呀，或者说技巧啊，就这样。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阳身它就是一个实质的一个身体呗，就是。对对对，就是一个它是物质的身体。因为在那个告别娑婆嘛，它开头就是说，两位上师就是以人形的身份，显示在作者面前，然后作者的意思就是掐了掐捏了捏，确实是真人，但是只要跟他说完话之后，嗖的一下就瞬间就消失了。然后他们的出现也是，就是毫无征兆的出现，坐在沙发上，然后突然一下消失。那你，这种应该就是出阳神。只是它不同的那个修行体系，它的教法不一样。对。然后作者还问到了说，你们究竟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他们说，我们是圣灵的一种显化形式啊，就是显化成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形式啊，但是我们的本质是无形的，就这样提了一嘴。对，好，这就是非常高的修为了。中吕传道集里面他讲到就是还有哪些就是我们普通人亲身实践的有一些那个方法，比如说提到了气功啊，还有就是有一套那个练习，他也有那个就是白话版吧，篇幅也不是很长，就是大家去看一看，然后你按照他的一些技巧和方法，你可以按照它里面他讲述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知道你目前在哪一个阶段，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知道自己处在哪一个阶段。然后修行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他只是讲他那一种他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一种他经历过的一种修行途径。具体咱们怎么修行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就是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咱们可以等我们实证到了那个阶段，咱们再讲吧。就是你没有实证到那个阶段，你讲的也只是你从书籍里面知道的一些别人的经验，对，你还没有办法完全去确定他的这个经验是否是可以复制的，或者说是可以达到的。就是还是得自己动手去干这件事儿。
不是说对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你马上就可以修得某一个成果，这种是不存在的。对，要么就是这个我也非常歪门邪道的，就是有很大副作用的。对，就是我们无论修哪一个法门，我们都要去实践它，然后给它一点点的去活出来、实践出来。对，而且这个一定是要有很多的理论基础的，就是不要就是轻易的去尝试一些实操性的东西，就是这些实操性的东西，人家之所以这样做，是人家有这种大量的前期准备，对，大量的铺垫，不是冒险式的去干这种事儿。因为修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事儿，有很多能量，或者说有很多脉轮，你激活之后，你控制不了这股能量，它就会导致你的精神、身体都出现病症，而且这种病症它非常的难以治愈或者难以解决。对，我前一阵买了一本叫做《你也可以通灵》那本书，然后简单的翻阅了一下，它也就是像你有提到，一定要去做好准备工作，然后要去净化空间啊、磁场啊，然后很多很多的步骤。他说你可千万不要直接去做后面的步骤，他说这样可能就后果自负了。是这样的。对，我记得就是说佛学里面的那个心经嘛，他说这个念了之后，在阳间是能量，在阴间是鬼钱啊，然后说你千万不要在晚上10点之后念，会有很多小鬼过来抢。然后我当时就还是比较那个，就是以身试法吧，我念了会怎么样呢？结果你猜怎么样？就是哇，大脑里面思绪飞扬，然后有千头万绪，到了晚上凌晨3、4点的时候都睡不着觉，就有很多想法想发朋友圈啊，然后特别激动，特别亢奋，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在晚上10点之后去念心经了。对，就是有的时段你的一些行为会招来一些麻烦。对。然后前面就说到，如果修出那个阳身之后，它会穿越空间与物理的限制，还会显化出一个肉身。那显化的肉身能不能穿越时间的限制到过去或者未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没修到，就是讨论的话，我也只能就是去搜集我了解别人的经验，就相当于它的可信度就大大的下降了嘛，对吧？我们最好是找到有这种修为水平的人再跟他探讨吧。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早期修行者，就是你可以好奇后期有什么，但是就是不要执着于这些神通啊，或者这些非常有功能性的东西。就是对你的心态要放平，你不是为了去给别人展示你的神通，对，去修这些东西，你最终是为了修你的灵魂的这种意识强度啊，或者修你的心性啊。对，点点来。对，就是要心态放平，然后不要说一上来我要考哈佛，我们先从普通的那个大学开始来念，然后这个就真的修行像弹钢琴一样，你只能是一点点来没有办法给大师。对，这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适用的嘛。就是之前你说的，就是修行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些灵界的灵魂呀，那这个我搞忘记我想问什么了。这些灵魂包括有一些去世的亲人嘛，有时候可以看得到。就是按照佛学的说法，一般人去世之后那会经历中阴身，然后再投胎转世。那道家的说法，道家也有轮回的概念吗？道家的话，它主要就是讲如何修炼你的灵魂，它没有讲就是轮回具体是怎样的。然后它也比较注重养生，注重你当下这一世的体验。对，但其实就是这不同的这些学派，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儿，只是说它着重点不同吧。我觉得道家的世界里边和佛家的世界里边，他们应该是共存的，就是它肯定也有就是涉及到
投胎呀，或者说是轮回这类的事情，只是说他没有把这个东西重点去介绍。对，这个我认可。那道家的那个宇宙观里面，他是说，他有没有提到人去世之后是羽化升天，还是到哪里去了？我只是了解了一些皮毛而已。对对，好，那我把这一段掐掉，因为有观众留言说你是可能上一辈子是修那个道教的，然后而且就是修得很高嘛，所以我有这个可能，好奇一下。我觉得有这可能，就是 Neo 的出体体验，它一定不是空穴来风的，它一定是有一些前世的修为、这些福报在里面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凭空而来的。就是你了解玄学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巧合，基本上都是必然的，通拼。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你没有了解到那个层次，对，你的视野非常的狭窄，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有就是说，就是还是关于梦境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说你有没有过一些预知梦的这种现象发生呢？有，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嘛，就是如果遇到那种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觉得有意思的梦，我就会在醒来的时候迅速的用手机便签把它给记录下来，然后每隔一大段时间我可能会去回看我的这些记录，然后我就会发现可能个别的梦境里面它就有预知的内容。比如说梦境里面的场景在几天之后或者十几天之后的一个生活中遇到了，这种其实还挺多的，就是就是有很多次这种体验，只是说你梦到或者说你在出体到这种世界了解到这些东西之后，你没有办法判断，或者说我这个目前这个修为啊还没办法判断它是否是一个预知，得等到它出现之后我再去回看。也就是说你不否认这个预知梦的这种功能性，或者说这种梦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对吧？对，这种肯定存在，就是你能不能判断你的梦境是预知梦，这是一个难题。明白了。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梦境的，就是我们就像我个人啊，经常会有一些重复的恐惧的梦境，比如说考试迟到啊，然后就是上学呀，这种就是反复的去，甚至是每天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这种梦。那你认为它这个和什么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跟那种就是跟这种创伤可能是有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也有梦到过，就是高中时期那种压力很大的学习状态，就是它也会出现在梦境里面，反复的出现。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或者说是自己的心灵在这种高压或者说是高度恐惧，或者说这种特别紧张的情绪当中给落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记，这种印记它可能你在梦境里面会经常的触发到，可能会由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事儿，它一不小心就点到了这一点，跟这个关联上了，就相当于你可能有一个痛点，但是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一般的别人都不会戳到，但是可能某一天有一个人说话，他聊到一个话题就把你给戳痛了，就类似于这种吧。我觉得你用那个烙印那个形容词就是很恰当，就感觉真的是烙在了我们的灵魂里面、心灵里面。对，真是这样的。其实我很想忘记，或者说把那段回忆看淡，但是我的潜意识已经没有了。但我每次梦境、午夜梦回，我都会去回到那个学校，然后很痛苦。我觉得就是你的梦境它经常让你回到那个场景，它其实也是在帮你释怀嘛。就是如果你一直隐藏你的这段经历，其实它是一直埋藏在那儿的，就跟我们有心理的问题我们会找人聊天一样嘛。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摆明的聊，它反而就一点一点化解掉了。
就是反而藏起来它可能会越埋越深，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后果。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从比如说10几年前有这个梦，然后到现在也一直在重复，但是我感觉，因为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了高中的班主任，然后我就是感觉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痛苦，就是缓解了很多。对，就是反复的把它拿出来，让你去经历，然后你每一次经历可能都会有一些提升。对。哎，那你10几年前的梦想是什么？那个时候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是大概7、8岁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科学家，搞航天。然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种子吧，因为那个时候看了很多这种关于航天的这种新闻宣传或者报道吧，我觉得航天人非常的有情怀，然后也在为人类开拓科技的最前沿，开拓人类的生存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这种想法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对，我上大学也就是学的航天专业嘛，也算是就是显化了嘛，对吧？就是我的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就显化了。对，但是跟现实接触了之后，就是你真正的接触到现实中的这个航天或者说这些高科技，你会觉得跟你理想中的就有一些反差，所以也有一些失落吧。然后后边经过自己的这些思考和沉淀，又觉得又发生了一些改变，觉得就是这个梦想还是在的，这个梦想还是对我的影响还是蛮深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有一些就是搞航天事业的这种事业心还在。初心还在。对。那你发现他的那个反差大概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啊，就比如说导师给你的一些现实压力，还有就是实验室或者说课题组他们在碰到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阻碍嘛，人都是要面对很多那种现实难题的嘛。这些现实难题，比如说科研系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嘛，就像很多网上爆出来那种科研腐败的一些现象嘛，这些现象都会阻碍你追求你的事业，我觉得甚至动摇你的决心。对，又是什么让你决定明明是看尽了现实之后，你还是不忘初心？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科研成果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他能够得到正确的利用的话。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科技其实是有两面性的，就是它既可以用来实现我们这种清洁能源嘛，就核能，但同时这类技术它也可能导致就是世界毁灭嘛。对，就是其实作为一个科学家是很矛盾的，就是你研究的这些东西，它到底能不能造福于人类，你其实是有怀疑的，就是它取决于这个领导者或者说这个做出这个决策的这些高层，对吧？对。我最开始就是觉得，如果一直这样，就是受命于人嘛，然后这些高层他可能他们的心理状态你也没办法就去把握嘛，而且就相当于你找一个导师一样，这个导师他的心理状态他的意识水平你是要进行一个评估的，就是如果他是非常低频的，或者说他是非常邪恶的一些想法，你肯定就不会与他为伍嘛，对吧？对啊。后面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不用去揣测就是高层的他的
想法，或者高层他的这行事风格。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你人的层级越高，或者说你的行为方式或者你的选择，它很多情况它都不取决于你个人了，而是取决于天道。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人类的发展方向其实并不是由人类来决定的。就是我们的自然界或者宇宙，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决定了我们的发展方向。如果你成为了一个领导者或者人类的一个引领者，你如果没办法顺应这个规则或者顺应这个自然法则的话，你其实是会被淘汰或者会被颠覆的。对呀，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坚信天道的话，你觉得天道是一个公平有利的发展方向，其实你的这种疑虑就打消掉了，你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把它这些成果做出来。其实这些成果它的利用不仅仅是取决于某一个人或者说是某几个人，它只是一种财富。这个财富呢，它的利用方式它会顺应天道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科技，它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水平的。这个我认可。如果它是使人类陷入到更加低级更加痛苦的生活中，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它跟天道是反着的。对，就像我们很多人共同的构建了这个世界，就是它至少要获得多数灵体的认可。反正我觉得世界确实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在发展当中，包括思想也是，现在的屠杀呀、歧视啊、民族的冲突啊，都对相对以前减少了很多。对，跟历史上相比的话，咱们现在其实进步了很多，只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了很多残酷的事实，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了这个全部。对，它其实只是一部分，或者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这一部分的比例还在减小。对，就是不要让这些阴暗优化当中。对，就不要让这些阴暗面的事情阻碍了你前进的步伐。对，其实我就延展一点点啊，我就是说，就中国这几年的发展，我就觉得其实变化挺快的。先把整体做强大，然后其他的细节问题可以以后再慢慢去优化和改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作为一个个体，其实不用特别担心，就是我们人类的走向是否会滑入一个深渊里面。就是人类的走向，它不取决于人类，你懂吧？它是有更高的那些灵体和神明，或者更有水平的一些生物，更高的存在，对更高的存在来主宰我们这个来指引和主宰我们这个世界的。对，这个你是怎么意识到的？就是静下心来去想嘛，去想我的这些内心的矛盾，你认真的去考虑它的合理性，它的逻辑。其实这个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的，你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当你把这些信息都了解了，然后它就会量变引起质变嘛，你就会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它就会帮到你解决这些矛盾。就是有的时候人思考的角度不能太狭窄了，这样很容易停滞不前，就是制造了很多这种自己的壁垒。就是我们不能只把视野放在黑暗的一面，放在那些阴暗的东西上面。就是你的注意力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你放在上面，你其实也是一种投射嘛，你增强了它。说得对。而且我们要从一个宏观的，就是整体的视角去看待我们人类的社会，包括我们国家呀，或者说是民族啊。
就是我们要更加有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概念。对，凯文，你之前读到的《太傻天书》里面，他讲过就是外星人的传说，外星人和地球之间的关系，这个你能分享一下吗？外星人就是好多外星人，他的飞船都在我们地球外面或者地球里面，在等着我们这一批人的这个毕业，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很多这些人他等了可能多少万年了已经等待这一次的毕业，所以说他们是排队的，然后能买到入场券的是很少的。就是说他不仅承认外星人的存在，而且外星人还在焦急的等待着我们地球人的提升，我们的进步，然后赶快和他们去相聚。对，因为之前 Neil 也说了，地球它的这个命运它并不是仅仅取决于人类，所以我觉得这个跟Kevin 说的很类似啊，就是有一大群的那些外星的一些观察员吧，或者说观察者，或者说科考人员，他来看我们这个巨大的地球远古自然保护区，然后他也想方设法的帮助我们。你说有没有那种很邪恶的坏蛋？有，但是同时也有，就是有黑暗也有光明的，也有光明斗士，他在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提升。对，其实一直被观察着我们。其实你了解更多，你会发现，就是世界也不是黑白的嘛，就是说你不是说大家都是两方势力演一出戏嘛。对，是这样的。对，那你有没有读过《三体》啊？我读过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跟《三体》里面的宇宙观是截然相反的，就是太傻天书里面，就我们是认为外星人是善意的，但是《三体》他是认为外星人比地球里面最恶的人还要恶。这个下次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延展一下。你有对外星人感兴趣吗？我了解的特别多那就又有一期预定节目了。你有聊外星人？那下一期我们接着聊外星人。有没有见过外星人的朋友？没有。我好想见到外星人，还有飞船呢！我太想看到飞碟了，我的梦想。对，我太想出体了。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记录自己的梦境，坚持1个月了，然后就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哎呀，昨天晚上又没出体成功，但是确实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特别有意思的梦。我全部都记录在案。对，然后你要说外星人，我有朋友见过蜥蜴人，就是爱尔兰这边的我认识有一位长这么夸张，让他讲一讲，把他请过来。他到时候被炮轰，对吧？他毕竟还是在那个体制之内。但是他跟我说过，他说就是如果见到蜥蜴人的话，一开始很害怕，他不是那种肉身的存在，他是一种能量体的存在，不然为什么说他们专门来吸食人类的恐惧？他就是想制造各种恐惧。蜥蜴人，就是有2种嘛，一种是邪恶的，还有一种是说，据说是地球远古的那种居民，反正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发现其实也没什么了，主要是克服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吧。也有见到外星人的，一般在瑞士那边就是灵性很多，他们专门有那种禅修的灵修的那种，他们在打坐冥想的时候嘛，我那朋友他说他跟着师傅去学，当然都是老外嘛，然后就是说我把我的头交给你，然后他突然就会感觉到就是在那个肚子这边就感觉有一团那个很温暖的，有一团那个能量在那里可以感受到。我以前梦里经常梦见飞碟，现在都梦不到了都。放轻松，不要太执着了。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那你有你对外星人的那个就是看法是？我觉得外星人肯定有啊。对，我们下期请你有讲外星人。好，那你们早点休息啊。好，都早点休息。拜拜。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
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